几个来森林里游玩的年轻人走了狗屎运，捡到一根金灿灿的项链。然而谁也没有想到，下一秒挂着项链的那根钢管突然有了动静，一只近乎腐烂的大手慢慢探出了地面，紧接着一个庞大的身躯从泥土里钻了出来。时隔70年，那个令人闻风丧胆的杀人狂魔再度回归，白松镇的平和与安宁被就此打破，一场毫无预兆的血腥屠戮慢慢地拉开了帷幕。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大尺度重口味的血腥美恐暴力本性。该片彻底颠覆了传统虐杀片的叙事框架，不再跟随受害者的视角慌乱逃亡，而是全程跟随冷血杀手的行动轨迹，以加害者的视角近距离将一场毫无征兆的林间屠戮缓缓展开。话不多说，点个赞，开始咱们今天的精彩故事。破土而出的怪物名叫约翰，深埋地下70年的他不仅毫发无损，反而如同新生的婴儿一般，对周遭的一切充满了好奇。约翰宛如幽灵一般漫步在树林里，这时一阵刺耳的汽车鸣笛声吸引了他的注意。约翰循着声音来到了森林边缘，警长正在与这里的猎户因为管辖权的问题争论不休，丝毫没有注意到约翰悄无声息钻进了房子里。看着台灯上挂着的金项链，一段尘封的记忆随之涌入脑海。 This was your mother's, John. I want you to have it. That way it will always be with you, no matter what happens. You'll always be our little boy, John. 这条项链是母亲临死前留给他的最后一丝念想，也成了约翰生命中最珍视的东西。可就在他准备伸手去取的时候，猎户以为是警长闯进了房子里，对着空气开了一枪以示警戒。可当猎户看清对方的长相后，很显然猎户认出了眼前这个怪物，知道他就是70年前白松镇惨案的凶手。但不幸的是，男人刚刚跑进森林就踩中了自己设置的捕兽夹。可当约翰拿到项链后，发现并不是母亲留给他的那条，随即将其扔到了地上，转身离开，在森林中漫无目的的四处游荡。不知时间过去了多久，由远及近的引擎轰鸣声再次吸引了约翰的注意力。约翰立即循着声音跟了过去，走近之后才发现，原来是一群不知死活的年轻人来这里野营。闲谈期间，他们聊到了白松镇的恐怖杀人魔约翰。其中一个年轻人听他叔叔说过这件惨案，大概70多年前，伐木公司看上了白松镇的树木资源，在附近的山里设立了一个伐木营地。约翰的父母非常有生意头脑，向伐木工人高价出售生活必需品。伐木工人敢怒不敢言，把对男人的怒火全都转嫁到了约翰的身上。他们把智障的约翰哄骗到了瞭望塔上，本意只是想吓唬吓唬他。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约翰受到惊吓，失足从瞭望塔上掉了下来，摔断了脖子。伐木工人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，给约翰扣上一个消防面具，将现场伪装成了一场意外事故。约翰父亲觉得儿子的死事发蹊跷，在与伐木工人们理论的过程中，却被对方失手打死。伐木公司为了息事宁人，选择了包庇工人，最终只是赔偿了一大笔钱，草草了事。 Dead father and son didn't really much of a slaughter. That happened a week later. A couple of the execs from the company showed up to the camp, and every single person was dead. 然而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。几天之后，伐木工人全部惨死在了营地里，现场血流满地，一片狼藉。伐木工人的身体被4分5裂，惨不忍睹。警方认为是野兽闯进营地，把尸体撕成了碎片。然而有人却在丛林里发现了一个戴着面具的怪人，始终在恶狠狠地盯着他们。 Some say it was the man in the mask. Some say it was Johnny's spirit trying to get revenge. Some say it was both. 几个人全都把这起惨案当成故事来听，没有放在心上。殊不知当年这起惨案的始作俑者已经悄无声息来到他们的身后，几个人手中把玩的这条项链正是约翰苦苦寻觅的那条。随后几人聚在一起合影留念，准备去旁边的小木屋睡觉，完全没有觉察到危险正在慢慢靠近。大家来到小木屋后各忙各的，独自出来抽烟的年轻人艾伦很荣幸成为了约翰第一个下手的目标。刹那间鲜血喷涌而出，艾伦奋力抵抗却无法挣脱，最后被约翰活生生地削掉了半个脑袋。看到艾伦身上的游骑兵字样，约翰冰封起来的记忆被慢慢唤醒，然后他拖着男人的尸体来到了附近的护林员休息站。紧急救援电话闪烁的红灯格外显眼，
约翰扔出那半个脑袋，砸碎玻璃，大摇大摆走进了房间。房间角落里陈列着很多伐木工的用具，70年前那段不堪的往事在脑海中快速闪过。嗜血的本性被彻底唤醒，约翰扔出艾伦的尸体，砸碎展示柜的玻璃，从里面拿出了铁链跟斧子，把冰冷的消防面具戴在了自己的脸上，完全体的杀神再度回归。痛苦的过往再次笼罩在白松镇上空，斧子与铁链化作了他宣泄滔天戾气的载体。约翰从护林员休息站离开之后，就朝着小木屋那边走了过去。没想到刚刚来到湖边，正好看见2个女孩在对岸嬉戏打闹。2人原本约好了来湖里游泳，其中一个刚把衣服脱掉下到水里，岂料金发姐临时改变了主意，想去做瑜伽，正好给了约翰可乘之机，朝着水里的女孩走了过去。2个女孩还不知道危险，正在步步靠近。随后金发姐转身离开了湖边，岂料她前脚刚刚离开，水中的女孩就惨叫一声沉入了湖底。等再次浮出水面时，已经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。约翰直愣愣从水里钻了出来，朝着不远处的金发姐走了过去。金发姐听见身后的动静，以为是自己的朋友，可等回过头来，却被吓得连连后退，不等有所反应，约翰将铁钩深深钉入女孩的天灵盖，然后反向用力拉动铁链，折断女孩的脖颈，将女孩的头颅硬生生从腹腔中穿了过去，场面血腥至极，堪比修罗地狱。把女孩的尸体推下悬崖后，约翰回到湖边取回了自己的斧子，继续朝着小木屋的方向走了过去。剩余的几个人也发现了事情的不对劲，同伴们接二连三的神秘失踪。照片里多出来了一个恐怖的身影，几个人因为要不要报警产生了争执。在争执的过程中，几人把汽车钥匙扔到了丛林中，正好掉在了约翰脚下。钥匙上的汽车模型吸引了约翰的注意，捡起在树旁把玩了起来。特洛伊来这边找钥匙的时候，恰好发现了约翰的斧子，感觉到不对劲，急忙带上女友前去护林员休息站寻求帮助。约翰闻言心头一紧，想起了曾经的痛苦回忆，把车钥匙上的模型一把捏碎，戴上面具之后站起身继续猎杀。他们把斧子随手放在了木桩上，约翰看着自己的斧子被别人拿走之后，从地上捡起一根木棍抵住了汽车的喇叭。卷毛听见喇叭声音后出来查看，殊不知约翰已经拿回自己的斧子，从卷毛的背后来了个出其不意，直接一斧子砍伤了他的大腿。房子里的朋友听见惨叫，立马端着枪冲了出来，直接一枪放倒了约翰。约翰追上腿部受伤的卷毛，搬起一块大石头砸爆了对方的脑袋。约翰依稀记得是卷毛拿走了他的项链，可他翻遍了尸体的全身都没有找到。2个去报警的年轻人回来后不见了同伴的身影，同时约翰也发现了女孩脖子上的项链。约翰想要趁机发动攻击，却没能得逞，吓得2人赶忙驱车离开了现场。约翰知道他们接下来要去哪里，也就没有再继续追赶。2人赶到休息站后，通过他们跟护林员的对话，我们得知约翰已经不是第一次被复活了。10年前他就因为项链被拿走苏醒过，是眼前的这个护林员找回的项链，重新把它埋回了地下。项链是约翰母亲留给他的遗物，也是唯一能压制他灵魂的东西。 You remember me? I remember you. I remember what you did 10 years ago. Put you in the ground before. And I'll do it again! 护林员深知武器对他造不成什么伤害，让2人去拿铁链，准备把他弄到瞭望塔那边，也只有那里才能压制得住他。女孩从护林员口中得知，当年现场戴面具的怪人确实是摔死的小约翰，因为怨气太重导致死而复生，杀了营地里所有的伐木工人。但是最后有一个幸存者，也就是现在护林员的父亲。索亚在拿到铁链后迟迟不敢上前，就在2人分神之际发生了意外，约翰夺走了护林员手中的猎枪，2个年轻人见状赶忙逃跑，唯独把护林员一个人留在了原地。约翰站起身来到护林员身后，一把捏断了他的脊椎骨。男人虽然意识清醒，却失去了行动能力，被约翰拖去了旁边的杂物间。杂物间里切割机轰鸣作响，约翰残忍地切去了护林员的四肢，随后把他的身体放在切割机上，送他领了盒饭。护林员身首异处的画面惨不忍睹。约翰离开了杂物间，继续找寻自己的项链。小伙子想英雄救美，决定去吸引约翰的注意力，以便争取更多的时间让女孩布置陷阱。因为靠得太近， Come on, you ugly son of a bitch! We're right!
女孩见状被吓得呆愣在原地，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护花使者被一点点剁成了臊子。女孩突然想起护林员说过的话，轻手轻脚放下了手中的武器，摘下项链挂在汽油桶上，撒丫子开溜，惊慌失措地往森林边缘跑去。但坏事仍未平息，由于晚上森林里太暗，一不留神被树枝刺穿了小腿，她强忍着钻心的疼痛拔出树枝，站起身来，一瘸一拐地继续赶路。不知时间过去了多久，就在女人筋疲力竭、临近绝望之际，竟然误打误撞跑出了这片森林。更加幸运的是，还遇到了一辆过路的红色皮卡。卷发女不顾一切朝前狂奔，车主见状急忙下车上前搀扶，只见女孩浑身沾满泥土，失魂落魄，他连忙将人扶上车。接连遭遇恐怖劫难，卷发女的神经早已紧绷到了极致，她惶恐地频频回头张望，生怕约翰会从暗处突然冲出来。刚从炼狱般的屠杀中死里逃生，巨大的疲惫瞬间席卷全身。面对车主再三追问，他才虚弱地开口，只说自己撞见了凶猛野兽，对昨日那场血腥屠戮绝口不提。那段经历太过荒诞惊悚，寻常人听了只会当作天方夜谭。车主并未心生怀疑，反而自顾自说起10年前兄长鲍勃的遭遇。当年鲍勃奉命进山勘察，途中偶遇一头行动极为敏捷的黑熊，野兽行踪飘忽不定，趁鲍勃不备偷袭他的后脑，将他狠狠推入河中。黑熊看鲍勃没了动静，以为对方已死，鲍勃反而侥幸捡回一条性命。车主忽然察觉卷发女精神恍惚，低头一看，才发现对方身上的伤口正不停地往外渗血。车主立刻停车，打算为他包扎伤口。本就虚弱不堪的卷发女骤然惊醒，急切哀求车主继续开车赶路。车主全然不懂他突如其来的惊惧，执意要先处理好他的伤口。野外林间微风簌簌，刚刚从绝境脱身的卷发女仍旧心有余悸，生怕那道令人毛骨悚然的高大黑影下一秒就会从树林中再度现身，再次将他拖入无尽的深渊。暴力本性的正片内容到此结束。该片是2024年上映的恐怖影片，优点在于跳出了传统砍杀片以受害者为主的叙事套路，采用杀人魔约翰的视角推进故事。独特的拍摄视角带来与众不同的惊悚观感，角色塑造极具反差感。杀手平日在林间沉默慢行，动手时却凶狠利落。同时影片实景拍摄质感出色，依靠纯粹的林间环境音烘托压抑氛围。复古的拍摄手法搭配写实逼真的实体血浆特效，静谧山林与血腥杀戮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，风格辨识度很高。但影片短板十分突出，整体剧情单薄空洞，大半内容都是杀手林间赶路的无效镜头，节奏拖沓枯燥。受害者人物的行为选择完全脱离正常逻辑，整体人设处处透着不合常理的降智感。反派的身世设定生硬且存在逻辑漏洞，猎杀桥段模式单一重复。后半段依靠无关人物大段独白填充时长，和主线剧情关联微弱，故事收尾仓促潦草，伏笔未能妥善收尾，只靠新颖拍摄创意支撑，很难满足想看紧凑完整剧情的观众。我还是会把原片放到老位置，供大家自行欣赏。喜欢视频的朋友们，订阅、关注、点赞、收藏，支持一下。我是大嘴，咱们下个电影再见。